2021年8月，阿富汗女大学生还在课堂上；2022年12月，她们被赶出校园；2024年，秘密学校被查封；2026年1月27号，塔利班教育部宣布永久禁止女性接受正规教育。从能上学到不能上学，再到永久不能上学，只用了5年的时间。通俗话来说，就是一个15岁的阿富汗女孩，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接受中学以上的教育。这不是个人悲剧，这是对女性思想的系统性种族灭绝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教育这么危险？因为教育可以给女性3种能力，而这3种能力是父权制最害怕的。能读书的人都会质疑，不分性别，读书的女孩会质疑，为什么我要全身罩袍？为什么我不能出门？为什么我一生都要依靠一个男性？当你不识字的时候，你只能听男人告诉你经文说了什么。但是当你自己受了教育之后，你可以自己阅读，自己思考，自己判断。塔利班当然知道，无知的女性最好控制，他们不是怕你学到知识，而是怕你学到知识之后学会了思考。没有教育意味着你很难有工作，没有工作意味着你很难有收入，没有收入你就得必须依靠男性。经济依赖伴随着的是终身的控制。当你遭遇家暴，你想要离开，你去哪儿？拿什么生活？如果你不想嫁给被安排的对象，你怎么逃离？怎么反抗？塔利班与其说在禁止女孩上学，不如说是在禁止女性工作，禁止女性掌握经济主动权，让她们无路可走，只有生育价值和性价值。学校不只是学习知识的地方，也是女性聚集交流的网络空间。在课堂上，在学校里面，女孩子们可以互相分享自己的经历、自己的遭遇，遇到困难和不公的时候呢，也不会觉得孤单，会彼此的互相支持安慰。某种程度上，其实可以形成一种集体意识。这就是为什么塔利班连秘密学校都要封。塔利班禁止女性受教育，就是为了控制思想、控制经济、阻止团结，让女性成为完全依赖的存在，让她们没有思想、没有能力、没有盟友，彻底沦为奴隶。有人可能会说，这是阿富汗，这是极端宗教，跟我没有关系。我想说的是，但凡你只要是个女性，就跟你有极大的关系。说说现在吧，中国前段时间不是还有那些什么女德学校嘛，要辅佐丈夫，无才便是德之类的。在医学院、警察学校，是不是对女性也设置了很多更高的门槛？虽然没有明文说，但是我们也可以观察到，在 STEM 领域的话，也会有隐形的天花板。那你是不是也经常听到女孩子学理科没什么用，反正以后总是要嫁人的？而且在贫困地区，教育资源往往都会优先给男孩子。在这里要说一句，张桂梅老师真的很伟大。回顾历史，这也不是第一次了。中国古代自古就有那句话叫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。在欧洲的19世纪也会有那种说法，说是受教育的女人会歇斯底里。压迫的程度不同，但是逻辑都是一样的。就是父权制知道，让女性受教育就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。什么危险呢？因为她们会有思想、有能力，会反抗。你可能还在想，还好我不是生在那样的一个地方。但是权力可以被赋予，但也有可能会被剥夺。权力不是永恒的。谁能想到2战期间，美国大力宣传鼓励女性进工厂支持战争，战争一结束，同样这些女性就被劝退。感谢你的贡献，现在可以回家，把工作还给男人们吧。谁能想到80年代的中国还在高喊妇女能顶半边天，鼓励女性独立工作。到了90年代，国企改革，话术180度转变，女性应该回家相夫教子。于是女性占下岗工人的60%到70%。需要你的时候你是半边天，不需要你的时候你就该消失。谁能想到美国的罗素韦德案保护了堕胎权，保护了整整50年。2022年保守势力得势，说推翻就推翻了，半个世纪的权利一夜之间就没了。这不是谁能想到，这是一个 pattern。 Et lorsqu'on veut s'en prendre aux libertés d'un peuple, c'est toujours par celle des femmes qu'on commence. Simone de Beauvoir, encore une fois, avait raison. 经济危机时，女性先牺牲；政权更迭时，女性先牺牲；保守势力得势时，女性先牺牲。女性的权利从来不是上天赋予的，也从来不是稳固的。它可以被赋予，它也有可能随时会被拿走。只要父权制还在，女性的教育权就应该每天被捍卫。当然，阿富汗的女性也从来没有放弃抵抗，这也并不是一个完全绝望的故事。她们有地下学校，女教师冒着生命危险在家里秘密教女孩，教材藏在面纱下，学生分散来，避免被发现。有些女性也可以通过 VPN 想办法接到国际教育的资源。
虽然极度危险，随时可能被逮捕甚至消失，但是小规模的抗议仍然一直在发生。那些逃出国的阿富汗女性在国外继续为留下的姐妹发声，让世界不要遗忘她们。那我们能做什么呢？我们不要遗忘，我们要持续关注，支持阿富汗的女性组织，在保护好自己的情况下，在自己的语境里面持续的为女性教育发声。塔利班禁止女性上学，因为他们知道教育让女性危险，那就让我们危险吧。我们学习，我们思考，我们质疑，我们团结。只要这个地球上还有一个地方的女性被禁止上学，全球的女权战斗就没有结束，她们的战斗也是我们所有人的战斗。